欢迎回到心流时刻。夜色渐深，城市的喧嚣终于沉淀下来。今晚我们不谈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宏大目标，也不谈要如何咬紧牙关拼搏。今晚我们来聊聊一种深深的，甚至让人感到有些窒息的疲惫感。你是不是也有一种感觉，自己明明已经拼尽了全力，坚持了半年甚至更久？无论是你投注心血的事业、一段关系，还是某个梦想，你牺牲了休息时间，以为默默耕耘总会迎来丰收。但是那个你日夜期盼的结果，却像是一只爬行极为缓慢的瓜牛，迟迟不肯到来。你看着后台毫无起色的数字，看着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的现实，原本眼里的光芒渐渐被无止境的自我怀疑给吞噬。你常在夜深人静时呐喊，为什么我已经这么努力了，宇宙却好像根本没有看见我。亲爱的，请你现在先停下手边的动作，深深地吸一口气，感受微凉的空气填满胸腔，然后长长地吐出来，把这份是不是我不够好的自责全部卸下来。看着你疲惫不堪的模样，真的非常令人心疼。请允许我温柔地告诉你一个事实，这一切绝对不是你的错，宇宙也从来没有遗忘你。你之所以感到痛苦与内耗，是因为我们被物质世界里的一个微小时间差给蒙蔽了。今晚我们将透过亚伯拉罕与伊斯特·希克斯的神作《有求必应》，为你解开这个让无数人深陷自我怀疑的宇宙机制。准备好跟着小精灵找回你最初的快乐了吗？让我们先来想象一个极具生命力的画面，想象你在肥沃的土壤里亲手种下了一颗名为梦想的魔法种子。你每天给它浇水、松土，非常用心呵护。这颗种子在接触土壤的那一刻，其实就已经在黑暗的地下开始生根，疯狂向下延伸了。但在它积蓄足够力量，真正破土而出让你看见绿叶之前，必然会有一段漫长的，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动静的地下生长期。这就像大自然中毛竹的生长过程。毛竹种下去的前4年几乎看不到变化，地面上只长了短短3公分。如果缺乏耐心的农夫觉得种子坏了，急躁地把土挖开，就会亲手毁了脆弱的根系。但如果愿意等待，到了第5年，毛竹会以每天30公分的速度疯狂生长，短短6周就能长到15公尺。前4年的停止不是没有成长，而是在地下扎下了数百平方公尺的深根。这就是宇宙物质化的规律。如果种子还在地下扎根时，你每天焦虑地蹲在泥土前，盯着光秃秃的土地抱怨为什么还没长出来，这颗种子绝对无法存活。但在现实生活中，这却是我们最常对自己做的事。我们向宇宙发出渴望，付出了行动，然后就死死盯着生活中的积分板不放。我们盯着社群平台上的订阅数字，盯着业绩报表。当外在数字没有立刻达到预期，心底就会涌起巨大的匮乏感，开始焦虑，怀疑自己的价值。亚伯拉罕在《有求必应》中告诉我们一个震撼却无比温柔的法则：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失败，只有对比带来的礼物。什么是对比？就是那些让你感到痛苦、停滞的现状。当你看着没有起色的数字感到疲惫时，你正处于强烈的对比中。亚伯拉罕说，当你清楚体验到你不要什么的瞬间，你的灵魂深处就会自动发射出一枚强大的渴望火箭，直达宇宙核心。请注意，这份渴望本身是非常纯粹、充满希望的。正是因为经历了痛苦的对比，你才无比清晰地确认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你想要丰盛，想要认同，想要毫不费力的平静。而在你发出这份清晰渴望的同一个瞬间，宇宙在能量的层面就已经100%为你完成了。亚伯拉罕将这个已经完成的丰盛状态称为能量漩涡。你想要的所有成功、金钱、美好关系，都已经完美存放在这个高频的能量漩涡里，等待着你的领取。既然已经完成了，那为什么我现在还是什么都没看到？
这就来到了让所有人痛苦的根源——物质世界的时间缓冲区。能量的世界是瞬间的，但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密度较高，比较粘稠。能量要转化为摸得到、看得见的现实，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差。这段时间差不是宇宙在刁难你，而是宇宙对你最温柔的保护机制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脑中一闪过我想让那个人消失的念头，现实马上发生，世界会有多可怕？时间缓冲区的存在，是为了让你有时间去确认，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这个结果。然而，我们最大的悲哀，就是在这段等待的缓冲区里搞错了方向。宇宙是一面绝对中立的镜子，它听不懂华丽的肯定语，也不管你付出了多少汗水，它只精准回应你当下散发的情绪频率。要让能量漩涡里的丰盛流入生活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的频率与漩涡对齐。能量漩涡里充满了爱、喜悦与轻松。当你每天看着没有起色的积分板，心里充满疲惫，想着我是不是白费力气了时，你散发的频率是极度的匮乏与沉重。你想要去高频频道，收音机却卡在低频杂讯上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宇宙只能如实把你散发的匮乏变成更多的停滞反射给你。你的焦虑亲手筑起了一道墙，把宇宙准备好的礼物挡在门外。那么，我们到底该如何在疲惫不堪时熬过这段看不见结果的时间缓冲区？该如何放下对计分板的执着，重新回到高频顺流里？亚伯拉罕给了一个最直接的解法：把目光从结果上移开，温柔地退回当下，找回你做这件事的初心。请你现在安静下来，回想当初决定种下这颗梦想种子时，是因为看见别人都这么做而焦虑盲从，还是单纯热爱播种时那种对未来的希望？如果你经营频道，做一份事业，打从一开始就只是为了追求订阅数字或金钱回报，那么在数字到来前，你注定要承受折磨，因为你的快乐完全被外在因素绑架了。但是，如果你能深吸一口气，把自我价值从外在数字上彻底解绑呢？试着去享受你正在做的每一件微小的事，去享受你剪辑影片时把一个好观念传递出去的那份感动，去享受你深夜为自己煮咖啡时那股萦绕鼻尖的香气，去享受你每一次为梦想付出的当下那个专注且闪闪发光的自己。当你不再死死盯着结果必须什么时候发生，不再把注意力放在我还缺少什么，而是全然沉浸在过程带来的平静与喜悦时，奇迹就会发生。在那一瞬间，你的频率就完美的与宇宙能量漩涡里的丰盛对齐了。你不再是苦苦哀求的匮乏者，而是安然处于当下的创造者。你解开了勒住脖子的绳索，让自己重新回到毫不费力的高频顺流里。真正的显化是在轻松、愉悦甚至带着玩心的状态下自然发生的。今晚，让我们一起做个温柔的练习，作为送给自己最好的睡前礼物。请把双手轻轻放在胸口，感受平稳坚定的心跳。在心底对那个努力了这么久，依然没有放弃的自己说一声：亲爱的，你辛苦了，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。我完全接纳你现在的样子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允许种子在地下安静生长，承诺不再焦虑地拨开泥土。我们要把注意力像回收风筝线一样，温柔地收回到每一个当下能让自己开心的微小行动上。当你不缺了，当你不再充满匮乏感时，宇宙为你准备的奇迹就会在你放松的那一瞬间，毫不费力地为你敞开大门。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放下焦虑，找回最初的快乐与平静，请允许自己到说明栏或留言区领取我们为你准备的专属资源。强烈建议阅读这本改变无数人生命的《有求必应》，让你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安心牵起宇宙的手，走进属于你的丰盛漩涡。由心流时刻制作，欢迎留言、按赞、订阅，让我们一起在顺流中前行。下次见。